万花筒到底唱了什么？白鹿10周年 EP 3首歌背后藏着的不只是音乐，更是他这10年的成长答卷。如果不是这张万花筒，或许很多人都不会想到，原来白鹿已经出道整整10年了。大家好，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华语娱乐频道。2026年6月24日0点，白鹿出道10周年纪念 EP《万花筒》正式上线。没有高昂的付费门槛，没有复杂的宣传套路，而是选择免费上线3首歌曲，作为送给粉丝的一份礼物。短短几个小时，多个音乐平台的数据便迅速攀升，单平台3首歌曲同时在线，收听峰值突破10万人，直接占据当天音乐榜单前列。从数据来看，这无疑是一份漂亮的成绩单。可另一边，网络上的评价却出现了截然不同的声音。有人说，这是白鹿10年成长最真诚的一次表达，也有人认为，这不过是粉丝自娱自乐，很难真正打动普通听众。还有不少网友甚至还没有认真听完整张 EP， 就已经因为他此前在综艺节目中的一些争议事件，对作品提前下了定义。看到这里，我反而觉得万花筒真正值得讨论的，并不是它到底好不好听，而是它折射出了如今流量艺人在娱乐圈最真实的一种处境。数据越来越漂亮，口碑却越来越容易被舆论左右。说到底，白鹿这一次面对的其实不是音乐上的竞争，而是大众印象与作品本身之间的一场拉锯战。整张 EP 只有3首歌，但我更愿意把它理解成3个阶段，也是白鹿出道10年的3种心境。第一首《万花筒梦境》像是一封写给梦想的邀请函。歌曲一开始便采用了近年来非常流行的 Jersey Club 节奏，整体旋律轻快、青春，充满跳跃感。副歌中不断重复的 Run Run Run， 像是在提醒自己，也像是在鼓励所有正在追梦的人，不要停下脚步。不少专业音乐制作人分析认为，这首歌最大的特点并不是炫技，而是氛围感。它没有复杂的高音，没有刻意展示唱功，而是努力营造一种轻松、自由、色彩丰富的听觉体验，与万花筒这个主题形成呼应。不过，歌曲上线之后，争议也随之而来。部分网友第一时间指出，万花筒梦境的风格与韩国女团 ILLIT 的 Magnetic 有些相似，因此网络上迅速出现了疑似抄袭的讨论。随着话题不断发酵，专业乐评人邹小英也第一时间进行了谱面分析。他的结论其实非常明确，2首歌曲虽然都属于 Jersey Club 风格，但无论是旋律走向、和弦结构还是整体编曲，都不存在直接借鉴关系。真正相似的只是音乐类型，就像2个人穿了同一种风格的衣服，并不能因此认定其中一个抄袭另一个。我个人其实比较赞同这种观点。现在很多网友听歌越来越容易陷入一种误区，只要前几秒感觉有点像，便立刻贴上抄袭的标签。但事实上，流行音乐的发展本来就是建立在不同风格不断融合、不断创新的基础上。同一种节奏、同一种鼓点，甚至同一种音色，都可能出现在不同歌手的作品里。真正决定一首歌价值的，从来不是风格，而是作品最终表达出来的情绪。而万花筒梦境真正想表达的，其实是梦想。它没有复杂的故事，没有刻意煽情，而是像打开一支真正的万花筒一样，让听众看到五彩斑斓的未来，也看到那个刚刚进入娱乐圈、对世界充满期待的白鹿。如果说第一首歌代表梦想，那么第2首《透明爱人》则更像是一场关于时间的回忆。相比第1首歌曲的明亮透明爱人，明显安静了许多。没有快速的节奏，没有大量电子音效，整首歌更多依靠钢琴、小提琴以及白鹿轻柔的演唱去推动情绪。
而真正让这首歌充满意义的，并不仅仅是旋律，更重要的是这首歌背后的创作者。词曲制作全部由陆虎完成。很多年轻网友可能只知道陆虎是一位音乐人，但对于一路关注白鹿成长的人来说，这个名字意味着另外一种情感。10年前，白鹿因为出演陆虎歌曲《留言》的 MV， 第一次真正进入大众视野。10年之后，同样还是陆虎为他写下《透明爱人》。这种跨越10年的合作，本身就比任何宣传文案更有说服力。与此同时， MV 导演依旧邀请了曾经合作微电影《世界上的另一个我》的导演猫的树。一个导演，一个音乐人，一个演员，3位老朋友在10周年再次相聚。说实话，我看到这里的时候，比听歌本身更容易被打动。娱乐圈每天都在更新换代，合作关系来来去去，能够一起走过10年的人并不多。所以透明爱人真正动人的地方，并不是爱情，而是陪伴。他唱的是成长，也是时间。很多乐评人评价这首歌最大的特点是真诚，没有为了迎合市场刻意加入复杂的编曲，没有为了冲榜故意设计洗脑旋律，而是把所有情绪都留给歌词。这种作品或许不会第一时间爆红，却往往更耐听。当然，也有人认为《透明爱人》旋律太平，没有足够强烈的记忆点。我觉得，这其实也是如今音乐市场最大的矛盾。越来越多人习惯短视频里的15秒高潮，却越来越少有人愿意静下心，把一首歌完整听完。而《透明爱人》偏偏就是一首需要耐心去感受的作品。也正因为如此，他在粉丝群体中的评价远远高于普通听众。因为真正了解白鹿成长经历的人，会自然读懂歌词里的那些故事，不了解的人，则可能只觉得它是一首普通的抒情歌。于是，同一首歌，在不同听众耳中，便拥有了完全不同的意义。如果说万花筒梦境代表的是梦想，透明爱人代表的是陪伴，那么整张 EP 真正的情绪高潮，无疑属于最后一首底片。在我看来，底片也是3首歌里最特别的一首，因为它已经不仅仅是一首歌，更像是一封写给粉丝的公开信。很多艺人都会感谢粉丝，也都会说一句谢谢一路陪伴，可真正把这种感谢写进歌词里，并且亲自参与创作的人，其实并不算多。白鹿这一次选择亲自参与底片的作词，就是最好的证明。歌曲上线后，粉丝第一时间便发现了歌词里的小心思。原来，每一句歌词的首字连接起来，正好组成了鹿茸专属。短短4个字，却瞬间让无数陪伴白鹿多年的粉丝破防。因为鹿茸不仅仅是粉丝名，更像是他们共同成长10年的一种身份认同。我一直觉得，偶像和粉丝之间最珍贵的关系，从来不是一味索取，也不是单方面付出，而是一种彼此成就。粉丝陪着艺人成长，艺人也在努力兑现当年的承诺。很多老粉都还记得，白鹿曾经在采访中说过一句话：如果以后有机会写歌，我第一首一定写给粉丝。双引号。当时很多人觉得这只是采访里的一个回答，谁也没有想到10年之后，他真的把这句话兑现了。所以底片真正打动人的，并不是所谓的藏头诗，而是兑现承诺这件事情本身。因为娱乐圈每天都有新的承诺，也有新的遗忘。能够把10年前的一句话一直放在心里，并最终实现，我认为这比任何营销都更有力量。歌曲里有一句歌词让我印象特别深，专为你唱的每句话，属于我对你的回答。双引号。没有华丽辞藻，没有复杂修饰，却恰恰因为简单，反而更容易触动人心。对于粉丝而言，这不仅是一句歌词，
更像是对白鹿10年成长的一次回应。而对于普通听众来说，它又像是在讲述一种人与人之间最纯粹的信任。当然，也正因为底片的创作方向十分明确，它的受众其实天然存在一定局限。如果你是一路陪伴白鹿成长的粉丝，那么几乎每一句歌词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回忆。可如果你只是偶然点开这首歌的普通听众，甚至对白鹿并不了解，那么这种强烈的专属感反而可能让你产生一种距离感。这也是为什么底片的评价会出现两极分化，有人听哭了，有人却觉得共情不了。其实两种声音都没有错，因为音乐本身就是一种情绪表达，而不是统一答案。不过在我看来，底片最大的意义并不是它有没有成为爆款，而是它完成了这张 EP 最后一块拼图。万花筒梦境讲未来，透明爱人讲陪伴，底片讲感谢。3首歌连接起来，其实就是白鹿过去10年的成长轨迹。也正因如此，万花筒并不像传统意义上的商业 EP， 更像是一份属于白鹿自己的成长纪录片。说到这里，我反而更想聊聊另一个问题：为什么万花筒的数据那么漂亮，却依旧无法获得一致好评？很多业内人士都把原因归结为2个字：舆论。近年来，白鹿因为综艺节目中的一些表现，引发了不少讨论。有人认为他性格真实，没有偶像包袱；也有人觉得他部分玩笑拿捏不好分寸，因此影响了路人缘。尤其是在一些争议事件发生之后，不少网友甚至还没有听歌，就已经提前给作品贴上了标签。这种现象其实并不少见。如今很多流量艺人的作品，评价对象早已不是作品本身，而是艺人本人。喜欢你的人会自动放大你的优点，不喜欢你的人则容易把情绪带到作品上。于是，一首歌、一部电视剧，甚至一次舞台，都可能成为舆论情绪的出口。不少传媒行业专家就曾分析，现在的娱乐产业已经进入人格消费时代，观众购买的不只是作品，更是对艺人整体形象的认可。一旦公众形象受到影响，作品自然也会被重新审视。换句话说，万花筒面对的最大挑战，并不是旋律，也不是唱功，而是大众对白鹿已有印象的延续。与此同时，也有音乐制作人给出了另一种看法。他们认为万花筒最大的价值，并不在于技术层面有多惊艳，而是真诚。如今越来越多明星发行 EP， 往往都会邀请国际制作团队、大牌词曲作者，希望打造所谓的高级感。但白鹿这张 EP 却明显走了另一条路。他没有刻意追求高难度演唱，也没有一味炫耀制作规格，而是把重点放在故事本身。从10年前合作过的路虎，到陪伴成长的导演猫的树，再到自己亲自参与作词，每一个细节都围绕着10周年这个主题展开。这种完整的情感表达，其实比单纯追求热门曲风更加难得。我甚至觉得万花筒更像一本相册。第1首歌是年轻时候5颜6色的梦想，第2首歌是一路同行的人，第3首歌则是回头望向那些一直支持自己的粉丝。而万花筒3个字也因此拥有了新的意义。人生本来就像万花筒，有人看到的是鲜花，有人看到的是遗憾，有人看到的是掌声，也有人只能看到争议。不同的人站在不同角度，自然会得到完全不同的答案。或许万花筒真正想告诉大家的，并不是请你一定喜欢我的音乐，而是谢谢你陪我走到了今天。双引号。最后再来看看网友们的评价。有粉丝留言：10年前你演留言 MV，10年后路虎再给你写歌，这才是真正的双向奔赴。
双引号。还有网友表示，底片藏头歌词真的看哭了，他没有忘记当年的承诺。双引号。当然，也有路人提出不同意见，音乐还不错，但希望以后能用更多作品，而不是话题去证明自己。双引号。还有网友留言，如果抛开对白鹿的固有印象，其实这张 EP 完成度并不低。双引号。我认为这些评论恰恰说明万花筒已经完成了它最重要的使命。它没有让所有人达成一致，却成功让更多人重新开始讨论白鹿。而对于一位已经出道10年的演员来说，这或许比单纯拿下一次热搜更有价值。那么，问题也留给屏幕前的大家，你觉得万花筒3首歌中哪一首最打动你？你认为白鹿发行这张10周年 EP 是一次成功的突破，还是一次只属于粉丝的纪念？如果抛开过去的争议，你会愿意重新认真听一遍这3首歌吗？欢迎把你的观点写在评论区，我们一起理性讨论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，别忘了点赞、分享、订阅频道，并打开小铃铛。未来我们还会继续带来更多关于娱乐圈最新动态、明星深度解析以及影视作品点评。我们下期再见。